杨伟总师最近表示，歼20焕发只是开端，而20时代里大家最期待的那一位也将变成现实。那么这款影轰到底何时才能出现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阔别了2年之久的珠海航展，今年终于能够正式开幕。这憋了2年，今年的航展上，我国的各大军企拿出的好东西着实是不少。同时呢，很多重要型号装备的总负责人也都相继来到了现场。这些大佬们的发言也成了军迷老铁们分析的一大重点。比如说歼20战机的总师杨伟，最近在采访中就蹦出了不少振奋人心的金句。这一次，杨伟总师就表示，歼20焕发只是开端，今后在机械化和信息化方面的改进会持续不断的推进。至于20时代里大家最期待的那位，我感觉咱们军迷不得了，所以大家期待的都会成为现实，走着看吧。再比如说，杨伟总师还透露，关于歼20的双座版战机，如果有的话，那肯定不是教练机，而是为了装备的提升而研制。再比如说，杨伟还表示，歼20战机的能力还会不断的提升，新型的武器装备也会出现，等等等等。尽管为了保密起见，这些话说的都比较模棱两可，但是从往常的经验来看，往乐观方向猜，那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而杨伟总师这些话呢，比如说第一句，除了明确证实歼20战机已经更换了国产的涡扇10系列航发之外，这提到的20时代，大家最期待的那一位，无疑就是某影轰了。至于说大家期待的都会成为现实，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。在航展开始之前呢，有不少老铁都在猜测，这一次航展到底影轰会不会亮相，哪怕是模型呢？当时虎妞推测大概率是不会出现的，现在看也的确是如此。毕竟这种大型的隐身轰炸机，那要是研发起来可真的不容易，难度比歼20这样的隐身战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年美国空军搞 B2， 那就是费了老鼻子劲儿了，甚至为了整体的隐身性能，都是先设计蒙皮形状，再根据蒙皮形状设计内部的具体结构，和常规的军用飞机完全是相反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一款军用战机的研发周期在5到10年左右，而国产影轰从立项到现在，显然这个时间还是有些短的。哪怕是退1万步讲，就算国产影轰真的已经首飞成功了，也是不可能就这样出现在航展上的。毕竟哪怕是歼20，那也是首飞过了7、8年才正式在航展上亮相，这时候都开始正式列装部队了。当然了，尽管短期大家见不着影轰，但是关于研制方面，我国倒并不存在什么难以克服的难题。航发方面，其实影轰还是比较好解决的。采用非翼式布局的情况下，美军的 B2 是用了4台无加力版的 F110， 我国的影轰大概率也会使用4台无加力版的涡扇10。这俩航发从技术严格上来说，还真的是有血缘关系。考虑到国产影轰并不会比现在的 B2 大多少，因此这推力还是够用的。隐身设计方面，我国已经设计了多款隐身战机与非翼式的隐身无人机，这方面也不存在什么技术难题。而前些年，官方也曾经无意中透露过 S 型尾喷口的一些消息，而这也是影轰隐身设计所需要的一项关键技术。毕竟影轰追求的可是全向隐身，比隐身战机的要求还要高。要是后方尾喷管不隐身，那可就是一个大的漏洞了。通过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，至少我们能知道国产影轰的研发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。不过距离真正现身，那还得继续等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次的珠海航展上，运20、直20、歼20模型同台摆放，而剩下的最后这个20并没有现身，而是让攻击11这个隐身无人机上来顶包。大型隐身无人机这种装备算是正儿八经的战略武器，我们对它还是要有一些耐心的。当然了，这一次杨伟总师还透露了不少其他的信息，比如说关于歼20战机的双座版，再比如说给歼20增加对地攻击能力以及相关的新型弹药，也就是前面虎妞提到的杨伟总师说的后几句。这些新改动说不准要比影轰出现的时间还要早。当然，这一次航展出现的新装备着实是太多，后续呢，虎妞也会跟大家逐一进行解读与分析。